终于理解了小说中为什么宗门老祖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门内天骄。阿爷教小孩醒狮舞，小孩只是听了一遍就能一个鼓点都不差的完美还原。小女孩遇到了英歌队表演，自信大方的互动，在结束时表演团一个一个人来跟她碰拳，这一刻好像看到了传承的意义。大年初一的早上，小女孩独自练习舞狮，没有擂台，没有观众，甚至没有台子，也只是几个潦草的矿泉水箱。直到偶遇正在等红灯的舞狮团队。这样子。他们情不自禁地为他跳落大步。这一刻，小狮子就像找到了狮群。当绿灯亮起，车队不得不离开，小狮子面朝他们低头。这一甩是参拜，二甩是敬祝，三甩是最高的礼节。重庆7岁男孩练习喷火，因为父亲言传身教，从小的梦想便是成为一名川剧大师。小朋友第一次看到舞台上的川剧变脸，在舞台下忍不住自己模仿起来，更是在表演结束之后自己上台，这神态和动作都模仿的是有模有样。当专业表演人员上台，传承此刻具象化了。4岁的小穆桂英上台前，师傅挂着她的手，温柔的嘱咐，原来国粹并没有被遗忘。小孩趁着古镇戏台无人，跑到台上自己表演起了魁星点斗，眼神身段都是有模有样，表演起来灵气十足。巡演完一圈的英歌团已经满脸疲惫，突然一个男生大声的呼喊，我就是奔着你们来看的。他们疲惫不堪的身体突然又充满了力量。小男孩穿着武士的服装，看到狮群想要打个招呼，快走近时却开始害怕，回头看向妈妈，妈妈鼓励男孩上前去。这时候小狮子找到了狮群，大狮子看到了传承。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中医在死之前也要把最后一课都交给徒弟。一位懂中医的爷爷生病住院了，很奇怪的跟孙子唠叨说差不多了，紧接着就给自己号起了脉，说自己经脉已乱。爷爷坚持要回家，可没有想到在回家的第3天，爷爷就去世了。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有一位90多岁的老中医，突然让他的学生号他的脉，接着还严肃地说，一定要记住，这就是死脉，我只能教一次。结果不到2个小时，老中医就离世了。还有一位老中医在临死前，他回光返照，执意让他的学生过来帮他端尿。然而当他学生过来时，他一把抓住学生的手，并且将学生的手放在自己的脉上，告诉他，这就叫做绝汗，将死之人绝汗如油。说完这句话不久，便与世长死了。他们平静地接受死亡，也庄重严肃地教给学生了最后一课，这或许就是中医说的一脉传承吧。当中国的中医被日本人偷去做汉方药的时候，年仅10岁的李木慕容凭借一己之力守护中医传承。他3岁就开始认药，6岁就开始为人看诊，8岁的时候已经认得上千种中药材，甚至能蒙眼识药。请摸一下。鹿茸。回答正确。锁阳。9岁时他就能独立开放，在传承的同时也兼具创新，自制研发出了一套能够精准按摩穴位的衣服。李木慕容从小年纪就开始打开了格局，立志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中医。大家可能不了解，西瓜的皮可以利水，对缓解人体浮肿有很好的疗效。药材里用来止血的百草霜，其实就是我们煮饭炒菜的锅底下的那些锅灰。中医已经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中了，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中医，我们应该相信中医。原来中医它并不是落后，只是我们对它的了解是真的不够。大家都认为西医它很安全，而中医又慢又不科学。当大家对中医的偏见越来越大时，日本早就注册了许多中药的专利，占领了全球 90% 的中药市场。美国有8000多家的中医馆，韩国疯狂收购中国的中药材，从李时珍辩才草药的本草纲目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我国的中医历代先辈呕心沥血，老祖宗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不应该就这样默默无闻。1929年，日本留学回来的余云秀成为了反对中医的主力，提倡了废止传统中医文化，以达到让其自然消亡的目的。这种谬论一直延续到03年的口罩事件爆发。4月26日，京城中招人数达到了988例，但无论是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传统方法坚决不允许介入。为什么呢？因为你落后直到邓老的信送到京城才赶紧行动。之后京城16家白房子，不管你同不同意，不管你明不明白，都需要使用传统方法。结果呢，短短不到几天，局面就被控制住了，而且使用传统方法它不仅效果显然，
费用也是非常的低，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才让人们再次想起这5000年传承下来的瑰宝。1956年，河南的乙脑扭转者叫李振华，李老在那场灾难中可谓是力挽狂澜，名声大噪。1957年，北京的乙脑的扭转者是蒲福州。2020年的事就更加不用多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90年，又有人提出了撤销传统文化管理，是邓铁涛老先生及其他8位老先生联名上书。欲与天公势必高之后邓老四处奔波游走，他倡议大家都不要私藏了，呼吁各地的老先生都把东西贡献出来，编撰成书，来一起保住这薪火相传的血脉，不然真的要断绝。于是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多家出版社和最后的那批老先生纷纷响应号召，积极献访。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名家以及隐世不出的高手纷纷献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当时一共收到了多少个方法？1万多个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如果想要汇编进这套书就必须符合3个要求。第一个呢，所入选的方法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有效方可入书。第二个呢，书里的内容必须要通俗易懂，能保证初中文化以上水平的人都能够看懂。第三个呢，就是入选的方法必须是现在市面上没有的。这3点是缺一不可。按照这3个严格的要求，经过层层的筛选，最后选取了上百位老先生的2500多个方法，汇编成了这8本书，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发行。可就在出版的时候多家日本企业又想花大价钱来买断这本书的内容，好在主编刘杜洲老先生都是力排众议给拒绝了。于是在刘杜洲老先生的主持下这套背负着上百名名家大师的毕生的智慧的书籍《中华名方名医新传》正式的出版了。全书一共是这8本，上面也是分门别类，分别记载了2500多个具体的方法，随便一翻目录就能看到所对应的问题。8本书分别对应了我们整体的8类研究方向，针对的问题全部都是名医心得，是先辈们流传下来的智慧结晶。它就像一本字典，你能在这里找到你所有困扰你的问题，并找到解决的方案。如果你有缘刷到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珍藏一套放在你的家里，毕竟多一个人知道它的存在，这些方法就真的不会失传。敦煌壁画中有几大惊奇，为什么每一个都能颠覆我们所学的历史呢？这是距今为止1000多年前的敦煌3界9地图，这是现代科技人体骨骼的透视图，把它们放在一起，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这是1953年敦煌玉林窟中发现的壁画，画面中有僧人和猴头猴脑的徒弟，还有骏马。奇怪的是，这张壁画经过测定之后是绘画于唐朝中晚期的唐僧取经图，这与明代吴承恩写《西游记》要早上300多年。画面中的弟子就是陪伴我们童年的孙悟空，他的原型是一个叫做石盘陀的胡人。虽然真实的孙悟空不会翻天遁地，但是在唐僧西行的路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确实是唐僧西行途中所收的弟子。我们再看这个，这是神秘的三兔共耳图，无论是在13世纪的埃及的古陶碎片上，还是在伊朗的托盘上，甚至14世纪欧洲教堂里，还有18世纪犹太的棺木上都有它的踪迹。早在10几年前呢，3个英国人追着这一个图案一路东行，最终在敦煌找到了世界现存最早的三兔共耳，也就是这张敦煌莫高窟的第407窟顶的藻井图。有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日本，他们拿走了我们太多的敦煌文本和珍贵的资料，被拿走的比我们遗留的还要多。因此我们才成立敦煌研究院，让这一群热血豪情的人用一生来保护这些笔画。他们夜以继日，一笔一笔的勾线临摹，耗尽自己一生的心血，目的就是要在壁画消失之前把它们都要保存下来，否则我们的文化就真的变成了别人的了。前不久敦煌研究院出版了这本《敦煌初见史》，它汇集了2代人的心血，为我们重现敦煌壁画这绝美的容颜。还是精装的大开本，用纸厚实，印刷精美，里面还做了很多拉页，一拉开就是一张壁画，原貌就在眼前。要知道这些壁画有很多都是平时都不对外开放的洞窟，除了壁画之外，最重要的呢还都有文字的讲解。如果你想收藏一本关于敦煌题材的书，这本《敦煌初见史》就是最好敦煌文化的缩印。